故乡啊，挨着碰着，都是带刺的花。燕儿别叫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也是漂泊者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接头人。怎么是你啊？我也和你一样好奇。那我们现在等谁？您等的人到了。闪处长，看来想要你的命，还真得费点心思啊。是师傅您教的好，我会去当面谢谢你。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。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，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？你说你要当面谢我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？您不觉得我已经离您越来越近了吗？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儿。你师傅老了，别让我等太久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而且您了解我，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，这比杀了他更痛苦。我说过，能让你活到现在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现在陈浩民死了，你也就快了。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。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该发生的事情，它一定会发生。抓住凶手！陆峰，陆峰，你还在吗？师傅，你有失手了。是因为把你培养的太优秀，教你的东西太多。只可惜，你是苗长天的儿子，怪你命不好。你等着，我很快去找到你了。
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，不光陆枫，连我都被你骗了。方丽人是你杀的吧？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，你已经试过一次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留在现场？杀方丽人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？还有一个人，是谁？拿鲁阁手枪的人，对吗？你应该也见过他。你已经被唤醒了，没必要再演戏了。我的任务是什么？协助我清除陆枫。山田良子失踪了，他甩掉我们的人，监听器也失效了。失踪？你怎么看？他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，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？蓝斌通过正程度测试了吗？通过了。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。这件事不要由我们的人，让蓝斌负责。明白。从今天起，你亲自盯着山田良子。是。谁要杀陆枫？怎么杀？时间、地点。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救不了他。お兄さん。お兄さんですか？はい。俺よ。いたかけるよ捨て。我见到我的妹妹了。惠子，嗯，她在哪儿？
方丽人家里。他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？还没来得及说啊。我们寻找了他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音讯，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。你知道，在我内心深处，她也是我的女儿。这些年，让您费心了。活着就好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佛手，还有呢？想不起来了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对不起，哥哥没有告诉我。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。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，当年去日本的时候，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。那时候你还很小，我是你义父孩子。义父，快起来吧。现在我们各为其主，成为两个阵营的人。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与政治无关。你长大了。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到中国，交给我，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，把你们抚养长大。知道你父亲的死讯，我非常难过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调查，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，但都没有结果。哦，对了，还记得藤子吗？藤子，有一点点印象。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，哥哥还总是保护他。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，也没再回来过，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。藤子就是花香玉。怎么会？藤子，你父亲还有你，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，但都没有下落。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，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。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。很正常，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。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，他也没认出你，包括你哥哥。那义父，花向宇现在知道吗？还不知道，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。
等等吧。如果按照沈校的调查，我和山田凉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，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人很可能就是钢琴师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清楚你。还有一个人，我们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。谁？那个叫无常的杀手。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，还是钢琴师的人。你想怎么确认？联系你的上线，山田凉子。是我。密码本和反省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，的确不匹配。根据我们的推测，佐藤浩二有可能使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，比如指人仪。如果是这样，佐藤浩二传递的反省计划名单代码，只有一个人能破译。穆希鹤。对，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。所以穆希鹤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，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。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穆希鹤。好。钢琴师知道这个消息吗？中共里有反省计划的日本间谍，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。我们的情报，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。你有什么想法？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穆希鹤手里，然后我和穆希鹤一起出现，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。那你和穆希鹤都会非常危险。我会小心的。我给你一个建议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。你是指76号，沈校。花向宇从美国回来，是闪关申请的。我知道，这是我批准的。闪关是花向宇的义父，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。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关送去日本，交给板垣次人。板垣次人有一男一女2个孩子，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凉子，儿子一直下落不明。藏得很深嘛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，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关。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？没查到。那个板垣次人在哪儿？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还没查到。查，继续查。是。按理说，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，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，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。
你早就认出我了。我想知道我亲生父亲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印象。你明明知道很多，为什么不说？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，那为什么还来见我？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。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？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。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。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，就是你和惠子了。所以我能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养父是怎么死的？君たち慌てすぎ。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。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。分かった？分かったお兄ちゃん。よし、もう一回やるよ。
麻烦给213打扫一下房间。扑空了吧？我给你再上最后一课。周3下午2点，下午4点，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，但怎么会有2个时间呢？这2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，但是什么行动？行动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，是闪官留下的圈套。他知道我要去哪儿，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。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，不危险，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。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？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，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。闪官是我们的义父。闪官是你的义父，那板垣此人呢？我4岁的时候，他收养了我，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。那板垣此人就不是钢琴师。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，好像
像根本就不存在。是啊，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。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，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，你之前说过，杀方利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，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，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无常。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。还有利用我清楚你的行动。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，只有闪官。无常配合幽灵，清楚陈科长和我，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。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，无常听命于闪官。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。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。这确实太巧合了。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，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。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，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。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。我不敢想象。如果下一步的行动，你和山田凉子、无常再次同时出现，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。陆枫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。我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到底是谁啊？不用怕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，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。不会的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父亲为什么会抛弃我？他到底在哪儿？等找到你父亲，杀了闪官，我们就离开上海。但是在行动之前，我要找到霍飞。如果闪官就是钢琴师，是在给日本人做事，那么霍飞跟着闪官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，最终只有死路一条。陆枫现在有下落吗？没有。爆炸现场，我看见了沈笑。沈笑以前是你的上级吧？是。他是徐英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，我当时还在中统。沈笑对我非常关照，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。后来因为党务之争，他被人陷害了。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，那阵儿过去的人挺多的。为了保命，
省下经人介绍，投靠76号，是被人陷害？确实被人陷害啊！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，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。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？谁呀？是闪官。闪官陷害他，他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，因为闪官的身份，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，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。在能查到的档案里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。他为什么要陷害他？不知道。我想知道。你给我查清楚。好。把有关沈笑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，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好。您这次回重庆，说是被人告了黑状，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，很可能就是闪官啊。那在您走之前，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？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，所以，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，不要动他。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，他不敢怎么样。闪官不按规则出牌，我担心他对您。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，我给他；但是如果给了，他把握不住，我可以断定，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。去重庆的事情，好好安排一下。我全都安排好了，但为了安全起见啊，我建议乘火车。继续寻找陆丰，在我走之前，把他给我带来。是。对不起，陆丰没死。你无需自责。陆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，就不是他陆丰了。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，所以留下诱饵。以他的能力，一定会稳到。这上不上钩，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。